为何大脑是那么容易进入到比较模式？为何大脑总在比较？大脑从比较中能够获得什么？一个人是否真的观察过？整个世界如此丰富，生命是如此充满动态，但为何人会坠入到衡量比较中？把这样一个丰富、不可言说的动态，矮化成可以衡量的指标、数字，有无好坏。难道是因为大脑不再能够感知到这整个世界的庞大、不同、丰富？难道是大脑完全坠入到想法所构建的无尽的抽象的概念中？大脑完全困在衡量得失中，羡慕、嫉妒。总之，大脑总在比较，拿自己跟别人比，拿自己跟过去的自己比。无论是怎样的形式，大脑总在比较。大脑从比较中获得一种满足，一种优越感，获得一种“哎呀，我真幸运”。这种感觉变得如此主导吗？还有人说：“哎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”你看，还是在比较中。你看，当比较产生自卑，比较产生不足，比较产生不如意的时候，大脑完全被比较困住。那人的这些所谓的上进的动力，全是来自于比较嘛，不断比，想要变得更好、更多、更强。
所有这些比较、衡量背后，都是想法的活动。你看，在人的大脑意识活动中，在各种日常事务中啊，这个比较可能有它的作用，对吧？比价格，比较一下重量、体积。但为何现在这个比较完全变成整个人的心理活动？这种竞争性，这种抢夺性，你看，在不断的伤害人与人之间那个单纯且极其脆弱的关系。人之间的竞争、紧张，那种不可言说但的确存在的那种争夺性、抢夺性，难道不都是大脑完全困在比较的维度里面吗？大脑能否完全的放下比较？不是说要跟谁比，而是能否完全走出比较。能够走出比较，意味着大脑能够去亲自发现、去看到比较是什么。比较意味着衡量，衡量意味着什么？为何大脑能够生成那么多的维度，可以用来衡量年龄、性别、收入、价值、财产，是否结婚，是否有这个，是否有那个？
大脑为何完全注入到这个想法所构建的衡量里面？这个比较停不下来，从中汲取愉悦、满足、自豪、优越，也从中汲取各种的自卑、不如意，但却无法真正的享受、欣赏这庞大的人生。人生变得如此的渺小、矮化。难道是大脑已经被来自社会、家庭、传统文化、意识形态方方面面的想法框限了吗？来自各种各样的影响，各种各样的灌输。大脑被想法、被这些条条框框框住，也就意味着大脑没有真正的去看这整个世界，没有如实的观察自己，完全是被无数的影响把持着。人生从来没有真正的活过一次，全是二手的信息，二手的内容，各种各样的影响，不都是二手的吗？那一个人能否走出这些比较，让大脑不再被这些非常机械的、老套的、重复运转的比较框住？人生能否不再二手？崭新的人生绝非二手。崭新的人生来自于大脑能够完全的勤奋，走出一切套路，走出一切想法所带来的是是非非、条条框框，走出一切的标准、一切的尺度，而是能够如实的观察大脑在发生什么，整个世界在经历什么。当大脑能够真正的如实的观察的时候，只有是什么，而没有应该是什么。当大脑被无数的应该是什么困住的时候，那大脑便陷入到无休止的应该更好，应该更多，不应该这样，不应该那样，有无数的比较中。那这是我们整个人类存在的悲催的一个根本来源吗？没有一个是根本来源吗？
咱们比较衡量特别容易，那能否真的做到做出一切的心理衡量比较？走出衡量比较，意识大脑能够对它所有的想法活动能够有完全的觉知，能够看到所有想法的移动。否则，大脑就完全进入到想法的内容里面去，在想法的内容所构建的世界里面，那里有无尽的衡量比较，人就被完全卷进去。当大脑能够真的走出一切衡量比较的时候，那一个人才可以真正走出这个所谓的大众意识，回到一个人，一个完整的人，独立、清晰、通透，那这个无与伦比。正是因为没有任何的心理上的比较，没有任何心理上的衡量，人才可以真正的触碰这个无与伦比的状态。那咱们今天这个谈话就谈到这里。